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的李文腾医师那今天这次的这个部分是来示范，就是如何帮助病人来做这腰椎穿刺的检查。那首先呢，我们在评估这个腰椎穿刺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评估说为什么要帮病人做腰椎穿刺那当然不外乎是评估说这脑脊髓部分的一些状况，不管是细胞血还是脑脊髓液的感染，还是说你可能会有需要做一些药物的治疗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达到一个目的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帮你做一下定位然后稍微会用指甲帮你做一下记号那有不舒服都跟我们随时做个反应那原则上的话，我们还是会尽量从我们的这个髂骨的这个上缘这个凸起处呢尽量垂直于你的这个本身脊椎的部分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那当然有时候呢，因为看病人本身的这些像是 KUB 啦或 CT 或 MI 每个脊椎的排列当中可能都还是会需要一些调整这样子好，那我们原则上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记号给你那你做一个参考点我们会在这附近当中会打一些麻药给你让你打起来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然后来帮你做消毒这边消毒一定要确实一样，从中心处由中间往外做环状消毒因为毕竟是侵入性的检查，所以无菌技术还是很重要的消毒范围可以稍微适当大一些，等一下你敷完动筋后的容错空间也会比较理想一些然后等一下呢，给我无菌手套，然后动筋跟治疗筋都 stand by 这一个步骤呢，主要是穿戴无菌手套的技术。那请确实的不可以碰到无菌面，包含了你的手套本身的裸露的部分也不可以碰到。动筋后就是一样，因为之前做记号就很重要，因为你确定你的动筋的位置一定要是在动口的正中央有时候有一个盖子会比较清楚，因为之前就曾经有发生过，就是说，你的动筋没有放到对的地方时呢，结果你以为那个动筋的位置是正中央，但其实还差得蛮远的那你目标一旦错，你后面的目标就会会越差越多这样子对病人不好，对你而言也会造成你自己个人的困扰我们就把一些无菌面尽量的扩展然后这样的面应该是足够的这是用来做腰椎穿刺的，叫穿刺针这个毛细管本身其实包含了我们要量前后侧的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我们在星光医来说，这样工具它是必须要在这个事后呢要来做收回跟清消的动作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假设说有些患者如果你是怀疑是CJD 或库贾氏病的话，那当然这个就例外但是病人不是这种 case 就没什么关系，跟你讲一下就是一样有刻度有大概20公分的这样的高度，让你去做测量。这是我们的所谓 3 way 我们的阀门处我们有一端呢接到的这个 puncture 端，一端接到我们的量的压力处，一端呢则是用来收集简体，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 rotate 这个旋转去选到你要指定放的位置等一下会帮你打一些止痛打之前会跟你说一声打之前的时候还是确定一下相对的位置有没有跑掉找到最适合的交界处再来做施打的动作。OK， 来我来打了忍耐一下来，1、2、3。好，记得先反抽一点点进去，深一点点进去。我们稍微皮肤会稍微碰一点打会有点痛的忍耐一下进去一点点然后一边打一边推，一边打一边推根据病人不同皮肤的深度、厚度做一点点调整目的是要减少病人最后在扎针时造成的疼痛感好，先打这样就好会有点砰砰的稍微动一下下。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随着这个硬针跟这个外面的针头它这个其实是可以分离式的一个是导引的一个是硬的在里面你要用之前呢，你要务必确定你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卡住不可以这样子再进去，是要先给它卡住，这样子才可以放进去确定好定位后呢，我们就现在是确定，因为有时候病人皮肤会跟它的距离会有一个相对位置的距离差所以我们当中还是会稍微做一个取舍
但确定之前呢，还是确定一下后你的位置是不是在脊椎的两个的这个 spinal process 的中间吼。OK， 这位置应该差不多吼。阿姨后辛苦一下，不要动哦，后忍耐一下吼。进去后一边找吼，找到适合的竞争点是很重要的。流速比较慢，但是应该是有的。先把水位固定好后，这边接着不要从那边流出去后。然后这边呢，先把它打开来，先方便接你的要量的内压。就稍微注意一下翼面的高度的变化吼，但这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呐。那在等的过程当中，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啊，就以常规来说，我们会先习惯，会先从这个在流检体前呢，还是尽量会先量一次前压吼。那如果说只是做一般的lumbar puncture，或者说只是做一些减压的治疗后，有些人像 cryptococcus infection 后，那有些患者他就必须要定时先去量这个的压力吼。那你就必须要流入前压跟后压吼。那有些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有时候一根管子有时候通常是不够，有时还需要到第二个管子这样子。那当然，为什么说这个我们星光医院为什么包装只会给到3个玻璃管？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之下，如果你脑压有正常的 release 的话，那一般而言，你后压应该不太会超过20，比较少啦。所以这个设计是有目的的。那另外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毛细管在测压力的时候呢，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重复去用，因为你的毛细现象当中会导致水压当中里面进去的这个空气，可能会导致之后在量测时会不准的吼。所以用过的这根管子就不要再重复使用吼，会造成量测上的误差。好，那看起来现在的压力应该趋到一个平衡，几乎没什么在上升吼。那手上看有几个吼，1、2、3、4、5，所以大概前压就5左右而已啦吼。好，然后这管不要浪费，有点小配包吼。来，给我第2根无菌管吼。每一滴的检体都很重要吼，所以要这样放下来吼，把它稍微把它顶住这里吼，然后把它这边把它释放开来，哦，这边就会有了吼。好，那这个就不能再用了。在执行脑脊髓液收集过程当中，请确保执行无菌技术。倘若有助手来协助你递管，也请他也一并执行无菌技术，避免检体被染污。那在接收这个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花一点时间，可能会依据病人脑脊髓液的流速而定。有时候呢，所需要花的时间会相对比较久，请大家多发挥一点耐心。那最后的时候呢，也请不要忘记量测后侧的脑压，也就是你需要再利用别的毛细管来做量测的工作。那我们刚才已经顺利的把这个脑脊髓液做出一个抽取的动作后，然后呢，并且能够完整的量测前压跟后压。那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关于就是那个脑脊髓当中的注射药物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介绍后。那有些患者当中他会需要的相关药物的治疗时，有时候我们可能透过叫 intrathecal 也就是水腔内的注射来做一个治疗。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先确认它的位置。是。先观察它的流速是不是跟刚刚一样稳定。那我们会先打有化学药物的这一组。
另外一只是类固醇。那做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左边的手要做一个辅助，不要让你的针头的位置跑掉。当我们确认流速 OK 之后，我们小心的把它的这个管子兜上去，确实锁紧。那第一件事我们会先做回拉，确认回拉是没有阻力的。那之后我们再小心的把药剂往前推，那速度尽量会是比较慢的，因为有时候推药的速度很快的时候，病人可能会有局部的不舒服的感觉。阿姨，目前感觉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单只手推它就很顺，通常不太需要出什么很大的力气。感觉会跟你以前什么打什么 local 用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很轻柔很轻柔。你可以以就是慢慢的速度，就是进2拉1，或是进3拉1的一个，或是这样的会前后来回的一个很慢的速度去推这个药。当药物即将注射完毕时呢，请注意残留的部分呢，不要把空气一并的注进到脑脊髓内。无论是你已经完成这个髓鞘内注射，还是完成了一般的这个脑脊髓液的抽吸，然后也完成了后压之后，那请确实将小针并入到大针之中来进行这个封堵。那接下来呢，则是呢，请确实的将这个大针一根小针一并的小心的将它把它抽出来，并且呢予以纱布盖住，然后适当的加压止血这样子。那完成之后呢，也请病人确实平躺建议啦，至少让病人平躺1到2个小时。那情况如果许可，可以适当的再延长到4个钟头，然后以确保呢后续的病人呢这个穿刺部分呢能够安全的止住不要有任何渗漏或出血的情形。那完成之后呢，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脑脊髓液的一个检查还有腰椎穿刺的技术。那我是李文腾医师，咱们下回再见喽，拜拜。